叫什么名字？芷儿。你也会跳云间舞？之前一直陪云儿姑娘练舞，所以会跳。好啊，就是你了。带姑娘们走吧。这么快就到了吗？是上官小姐留下的，他们往这边走了。石罗院禁带任何私人之物。姑娘们，你们的钱袋、香囊、帕子，原来那个地方都得叫石罗院，取出来，存在应该就是这儿。哎呀，抱歉。公子，前面没有香粉的痕迹了。我那边也没有。有些奇怪啊。大人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宅子占地很小，不像是招待达官贵人的地方，而且他们行事一向神秘低调。这所宅子离闹市区那么近，丝竹管闲之声岂不是很容易传出来被旁人听到？阿泽，你去看看这个宅子有没有后门。云儿姑娘，你找附近的人打探一下这所宅子的情况。好，是。道上，给我喝一杯啊！是啊，来，到石罗院了，应该就是这儿。
姑娘们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石罗院里的人了。这石罗院可不比寻常的歌舞坊子，只要大家乖乖听话，日后啊，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这么多啊！你看，沐浴更衣，听候传唤。是。公子，这宅子没有后门。大人，刚问了隔壁，说此处无人居住。夜里呢？问了好几家，都说这里就是一个废宅，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人了。糟了！这里一定有密道。走。是。好。找到了。姐姐，你看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衣服呢。是啊，你看还有这钗环，我刚才摇了摇，可真是金子呢。这石罗院果真如传说中的一样，堆金积玉，咱们日后可有好日子过了。是啊，当年云长出来此地，一定是以为日后能簪金戴玉，富贵一生，却不知这座富丽堂皇的石罗院，其实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。站住！万妈妈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想小解一下。石罗院的规矩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别看。不然就会像他一样，不仅聋，而且哑。你别看她现在这个样子，10年前，她也是石罗院风头正盛的姑娘。因为打了头牌一巴掌，被左院主惩罚，最终落得这个下场。哎，您瞅瞅这香囊啊，绣花的香囊，来看一看啊，来看一看，来看一看啊，香囊，绣花香囊，香囊，绣花的香囊啊！见过大人。快倒上呀！啊！来，来，我给您倒上。美人，来喝一个。来，喝。把守这么严密，看来没办法向潘越传信了。希望他能看到我留下的线索，尽快找到这里。
这间房的客人可是我们贵客中的贵客，你们一会儿好好表现，要是出了什么纰漏，连我也保不了你们。是。院主，何大人，姑娘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就是石罗院的主人，会是水波纹组织的幕后之人吗？左院主，别的事啊，一会儿再说。先看舞吧。好，开始吧，姑娘们。是。好，哎呀，听闻此舞是石罗院绝技，果然呐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左院主有心了。何大人，石罗院对您的诚意，可不仅仅是这一支舞。你们求我办事，可到现在我连你家主人的面儿都没有见，他究竟什么身份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万一出……何大人，你放心，主人一直不露面，这都是为了何大人的安全考虑。那万一日后要出点什么状况，那查不到你何大人的头上。看来这个左院主只是石罗院的管事人，他背后另有主谋。既然左院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若再拒绝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了。你们要的东西，多谢何大人。万妈妈，把何大人陪好，务必让何大人尽兴。院主放心。看来这石罗院的真正用处，就是为了与朝中官员勾结，好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。何大人到底给了左院主什么东西？芷儿，妈妈，何大人指明要你一个人去伺候，还不快进去？哎，来，朝帽顶嵌无光东珠7颗，你要现在带兵搜后集？金花嵌松石珊瑚垂珠1你现在叠，搜集丢回大嫂净室了。金佛嵌东珠万一可找到1他颗，他就多一凉帽分的危险。后金花嵌松石1颗，金项圈嵌东珠5颗。如果你想好了，
那就去做。阴鸦病欠东珠5颗，多谢郡主。欠东珠耳坠3对12颗，金手镯1对，玛瑙树珠1串，琥珀树珠2串。孙大人，礼单上东珠的数目好像不太对。啊？什么人？哎呦，哎，郡主，没事吧，郡主？我没事，你们快带人去追刺客。孙大人，照顾郡主，我带禁军缉拿刺客。是。美人儿，方才你跳的那支舞啊，真是把大人的魂儿啊都勾走了。大人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大人，这夜色还长，大人何必心急呢？不如我陪大人行酒令。那美人儿想行什么酒令啊？藏钱毒酒，岂不雅哉？好，好。猜猜，在哪个？哎呦，美人儿，你猜对了。大人，喝酒。这回啊，该你喝了。你再猜猜。左边。哎，可以呀，美人儿。奴家只是运气好。大人喝酒，还不是你每次要赢的时候，眉头都会微微上挑。来，咱们继续。大人，我再去给您温几壶好酒来。怎么才能进去？去给大人温几壶好酒。啊，还有，大人说要点助兴呢。是。给我挨家挨户的搜。是。大人，咱们继续。美人儿，你是不是想灌醉我呀？哎呀，大人怕输不想玩就直说嘛，何必耍赖呢？输给美人儿又如何呀？啊！那就一局定胜负，输的人要喝完这一壶。大人，我要去吧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这边呀！救命！大人，大人呐！快来人啊！快拉住他！大人，他可是贵客，没事吧，大人？如果他出了什么差错，那我们都担待不起啊！小谢大人，大人。
令牌上绘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水波纹，只是这幅羊角图腾的一部分。水波纹。羊。所以，顾雍临死前说的羊，并不是姓氏的羊，而是牛羊的羊。通关文牒，司盐都尉，难道跟新政书院后山那批盐有关？杨采薇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。偌大一个地下青楼，若是真藏于这些街户之中，定会有些不同之处。一定可以找到，一定可以找到。接着搜。是。愿无神听无召唤，黑暗必因无身。黑暗赐无神力，让黑暗之影遍布天地。尔等之命已被黑暗所蚀。主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何大人酒后发狂，现在已经清醒过来。何大人说，是一个新来的歌妓偷偷在他酒中下了过量的武士散，怕是有外人混进来了。杀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就算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哟，对不住了，大人，今天我们石罗院遭贼了，快！真糟心！大人别生气，我们送您回去。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在这边，必须找到他。是。等等，这么多泔水，都是这里的。是。所有人搜，走。
有，去那边看看。安静。好。走。大会找您。好了，张琪，那点儿别说这么大了。这里面手下。好端端的。这点。我陈一鸣。万妈妈，后院没找见。会去哪儿呢？万妈妈，不好了，有禁军闯进来了。什么？禁军？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私宅，即使禁军也不能乱闯。郡主遇刺，全城缉拿刺客。郡主抓刺客关我们什么事？这个宅子的主人，恐怕你得罪不起。那个叫芷儿的姑娘，她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在找她。给我搜，跟我来。公子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都搜过了，没有找到。不过刚刚后门走了一辆马车，只是那是我们潘府的马车。他在哪儿？你放肆！把上官纸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。上官纸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你要的是上官纸，还是杨继安的女儿？杨采薇，你怎么知道？放下你的剑，再跟你父亲说话。那日我去找你，是想与你谈婚礼的事，却看见了你和他在一起。采薇，有你在就好。你口口声声叫她采薇，还谈论着儿时过往。再回想此前种种，你从来就不喜欢上官芷，怎么会忽然和他情投意合？我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，但我猜测，杨采薇没死，还伪装成了上官芷，而且还和你一起在查杨继安的旧案。我说的对吗？当年杨继安一家被杀，你作为他的好友作弊上官，不闻不问。难道时至今日，你还要做他们的帮凶，连杨继安的女儿也不放过吗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我如果是帮凶，哼，他杨采薇早死了100回了。那你为什么出现在失罗院？同僚相邀，
我无意投靠任何人，但也不能不识时务。我带走杨采薇，是怕你连累了潘府。我现在可以把人给你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跟郡主大婚在即，你为何要跟他在一起？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大，是在引火烧身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成为第二个杨家安吗？一命而已，死又何妨？你这是欺君之罪呀！我知道，所以在数月之前，我便已答应父亲，与潘家再无瓜葛。你找到他又能如何？这就是儿子自己的事，就不劳父亲费心了。好，我告诉你他在哪里。但从今天开始，你与潘家就再无瓜葛。一言为定。再无瓜葛。好，怪我贪图成为皇亲国戚，竟又搅进了这趟浑水。可是我搞不明白，郡主宁愿自毁清誉，也要陪你演这么一出。不是每个人都像父亲一样，凡事只顾自己。来人，带出来。采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没事。走吧。记住，今天晚上我从未见过你们。走吧。无论如何，这次都要多谢你爹出手相助。我知道，我很感谢他，但是我与他好像永远没有办法好好说话。笑什么？谢谢你的好运气。哎，对了，你在里面有什么发现吗？我进了石落院的隐蔽的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条支塔，上面的图案跟水波纹一模一样，拼起来是羊角的形状。所以咱们一直要查的不是水波纹，是羊角纹。羊角纹？嗯。难道他们组织是以羊为尊吗？对了。我看到有个正在祭拜的中年男子，我猜他就是水波纹组织的幕后主使。你有看清他的长相吗？房间太黑，没有看清。中年男子，是不是右眼有点淡黄的那个？那个是石罗院的左院主，石罗院跟那些官员私相授受，都是由他亲自出面。我看到他在接待司盐都尉，让对方给了他一个通关文牒。司盐都尉。那新政书院后山的那批司盐会不会跟他有关系？我想也是。司盐都尉的通关文牒可在境内任何一个地方通行，但是他这批司盐究竟要运到哪里去呢？撤！潘越才回京多久啊？他是怎么找到石罗院的？主人。我查了一下今天石罗院宾客的名单，发现潘锦也在。会不会是这个潘锦从中传针引线？潘锦？他装怂装了一辈子，有这么大胆子吗？主人，
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派人去查，确认潘瑾有无涉入此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叛徒一出，这是我在他府上搜到的令牌。这个卓兰江倒是比他爹干脆多了，我还真得想想该怎么用它。主人同意见你了，3日之后，在刘记当铺门口会有一辆马车去接你。京城的菜贩可真会做生意，你买一只活鸡，他能给你剖好、洗干净。这只鸡我足足炖了1个时辰，你尝尝，好不好喝？好喝吗？好喝。那就行。他们说，想要拴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拴住他的肚肠，所以我肯定能拴住。你笑了，这么多天我第一次看见你笑，真好。小生，你为什么喜欢我呀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刚认识你的时候吧，觉着你真烦人。唯一一点好处呢，就是笑起来好看。再后来熟了以后吧，就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喜欢。他们说潘大人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我不觉得，我就觉得你好看。反正在我心里面，你比谁都强。可能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。干嘛？害羞了？害羞了？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爱？小生，你来到京城以后，除了每天洗衣做饭，就没有想去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今日无事，我陪你出去逛逛吧。你跟我，一整天？真的？那你等等我去换个衣服。哎，热包子。同行了，过来看看啊！还真是好玉。那当然。哎，您看看，喜欢哪个？我送你吧。他们说，一个男子要是送女子东西的话，就是喜欢她。你喜欢我？
哪这么多歪理？要不要？要。您看看，这个多少钱？姑娘，您可真有眼光，这可是真正的帝王种，50两。多少钱？50两。太贵了，30两卖不卖？啊，姑娘，那您放下。姑娘，这一分价钱一分货，50两，我可一点都没问您多要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哎，姑娘，哎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怎么突然不要了？我是喜欢啊，但又不是冤大头，50两那么贵，为什么要买？我是生意人，生意人最懂生意人。他现在是刚出摊儿，心气儿还高着呢。你等他站一天，快收摊的时候，30两肯定就卖了。反正一会儿我们回家还要路过这儿，到时候再买呗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姻缘树啊？对啊，只要把名字写在姻缘牌上，然后挂到树梢上，虔诚祈祷，月老会保佑你们永远在一起的。啊。我们许一个吧。月老在上，我知道阿江的心并没有完全对我敞开，也知道他有很重要、很危险的事不得不做，所以别人祈求的那一生一世的幸福，我不敢奢求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希望他未来要走的路，无论风雨坎坷，我都可以陪在他身边。困于人海浮沉，谁为我留下余温，将记忆永封存。以爱的名义质问运输的残忍，与命争夺爱的对错，被迫淹没，独自猜测来生为何不出闪躲，与命争夺永无解脱，空留不甘心的躯壳，只因承诺曾与我温柔。我们挑了石罗院，那伙人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已着人安排好，先送你离开京城。潘大人，你们此行可有什么收获？我们见到了石罗院的院主左监飞，他是个40出头的男子，右眼淡黄，一瞳。你可认识此人？是他，就是他。9年前在河阳追杀云长的人，正是他。你们抓到他了吗？不过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左京飞的样貌，而且也查到确实水波纹就是羊角纹。只要继续这样查下去，肯定可以救出幕后主使的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相信你们一定能帮我的姐妹报仇。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咱们接下来怎么查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
我准备让阿泽去查一下石罗院的房契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嗯，怎么了？自从跳了那云间舞，感觉走久了脚踝就有点痛。啊？姐姐，没事儿。小生，潘大人，你来京城了，找到阿江没？走。那不是上官小姐吗？她旁边的人是潘越。没想到你跟阿江都来京城了。他不告而别，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什么都没有，就那么走了。他来京肯定是替父报仇，他刻意疏远，那肯定是不想牵连你。姐姐，我真的担心他有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找到他的。啊，你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就待在这儿吧。我担心他回来找不到熟悉的人。反正他总会回来的，对吧？宁可做过后悔，也别错过后悔。你说的吗？嗯，今天在这儿吃饭吧。好啊，那我出去买点酒菜。怎么了？这个味道怎么跟那个幕后主使在祭拜时候的香料一模一样？小生，这种香料很少见，你从何得来？是江族的胡杨香。我发现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不喜欢买玉镯子，反而喜欢用香料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江族女子进了这些货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今天饭先不吃了，你先带我去见见那个人。哦。姐姐，这位就是卖我胡杨香的那位江族掌柜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问就行。我们想请问一下，找你买胡杨香的有没有一个40多岁，然后又眼淡黄的男子？没有印象了。那京城除你之外，可有其他香料铺子卖胡杨香？不会，胡杨香是我们江族人特有的香料。据我所知，整个京城只有我一家在售卖。麻烦您看一下这个图案，跟你们江族可有关系？羊角云纹。羊角云纹？是，这羊角云纹是江族刀汉部的图腾。江族人上阳，因我朝与江族连年战乱，很多刀汉部的江人会越过边境来到洛溪定居，这便是洛溪江族。后来他们融入当地，开始农耕，和汉人已经没有区别了。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喜欢带着图腾，提醒自己不忘江族血统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便串联起来了。我朝与江族连年开战，不少江族人迁至洛溪定居，那幕后之人想必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以羊角云纹为徽记，在河阳培养自己的势力，又与江族勾连，利用河阳的码头将轻盐走私进中原，谋取巨利。他们经营了10多年，又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开路，应该身居高位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查洛溪籍的高官，就能找到他？迁至洛溪的江族人都被划为了军户，他们骁勇善战，朝廷用他们打仗，却又担心其中会混入奸细，便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与洛溪籍的官员有升迁的机会。那看来这个幕后之人很可能私下偷偷换过籍贯。
十有八九。根据云长姑娘写的告密信，这个官员应该是在10年前调任的京官，且势力庞大。如此可以推断，他的应召入伍时间应该是在景昌10年到20年之间。我让阿泽再去兵部查一下，咱们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贾夫人，您看看这些花，都是花圃匠人近期新培的，看看可还入眼？疏朗大方，艳而不俗，堪配晶儿。帮我订一批，下月15准时交货。是，夫人，您可是预备郡主大婚所用？寻常绢花过于流俗，届时我想用鲜花点缀喜堂。好嘞，这就去安排。上官芷，你既然那般恬不知耻，我便将你的丑事好好宣扬宣扬。贾夫人，这么巧，你也来选花呀？司马小姐，冒昧打扰夫人，我其实是想问问，郡主可还安好？郡主有何不好？啊？郡主没和您说吗？那日在风雅院，郡主因为潘公子的缘故，和一个叫上官芷的小姐起了争执，郡主还当众带走了上官芷。我本以为此事已经妥善解决了，没想到方才在街头看见了潘公子和上官芷在一起，举止还很亲密，故而实在有些担心郡主。早就听闻有个富商家小姐痴恋潘越多年，可是这个上官芷，正是，说的就是这个上官芷。她为了追潘公子，从京城追到了河阳，又从河阳追到了京城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夫人，我实在是担心郡主和潘公子的婚事会因他而受到影响。司马小姐，人后莫论人是非。潘越是我未来妹夫，我相信晶儿的眼光。他们的婚事，岂是一个区区的商贾之女可以影响的？方才这些话，你以后就不要随意再拨弄了。是。善儿，回府。是。主人，人到了。卓兰江，拜见主人。抬起头来。我第一次见你爹的时候，就是你这般年纪。你跟那时候的他呀，还真是一模一样啊！起来吧。那时候，我们都只是寂寂无闻之辈，却怀着同样的雄心大志。我们结为异姓兄弟，说好了一起打拼，共享荣华富贵。这些年，
他在江湖，我在庙堂，我们水火相济，严眉相承。我的权力遮蔽银雨楼，成为河阳第1大势力，大的银钱支持我爬到今天的高位。如今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你爹却……造化弄人呐！所以我来了。我不想我爹就这么抱憾而终。你可知富贵险中求？你爹为了保你清白，一直不愿意你掺和这些事，为此甚至装死了3年。你为何还要违背他的遗愿？我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。潘越逼死了我爹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你要对付潘越，我愿意做你手中那把刀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你与潘越曾在河阳比肩而战，交往甚密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一位女子。潘越不但利用我与那位女子的关系，还将她夺走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，想必你们都已经探究清楚了。若不信我，一刀杀我便是，何必拿这些虚词来试探我呢？怎么能这么跟主人说话呢？初生牛犊，少年意气，不错，颇有你父亲当年之风啊。既然你这么恨潘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亲手报了这弑父夺妻之仇。公子，这是方才门上的帖子。怎么了？贾夫人设宴，邀我前去。贾夫人？哦，郡主的姐姐，太尉贾全的夫人。奇怪，若是商议婚礼的事，应该邀请我父亲一同前往，可为何单单请我一个人，还特意写明是家宴？拜见太尉，拜见夫人。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不成敬意。阿泽。潘公子，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必如此多礼呀？早就听闻潘公子是人中龙凤，仪表不凡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怪晶儿对你如此钟情。夫人过誉了，能得郡主的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大人、夫人，宴席摆好了。潘公子，请移步。夫人请。令姐为何突然请我上门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。既来之，自安之吧。请。今天啊，没有外人，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宴。潘公子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千万别拘着啊。是。虽是家宴，但来者是客。潘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对，夫人说的对，来，潘公子，敬你。谢太尉，谢夫人。我父母过世的时候，晶儿还小，是我一手将她带大。长姐如母，
晶儿打小就眼高于顶，多少王孙公子他都不屑一顾，却一心想下嫁于你。潘公子可要好生待她，莫要辜负她一片真心啊！夫人，请放心。有件事我想问潘公子，你可否诚实回答？夫人当问无妨。近日我听了一些传言，说你与一位上官小姐纠缠不清，可有此事？姐姐，你不要听信外面那些市井谣言，都是小人杜撰。若只是谣言，你又为何与他在风雅院争风吃醋？上官小姐与我自小便相识，我与她的兄长亦是知己好友，所以两家来往频繁了些。这些我与郡主都解释过，相信以夫人的见识和心胸，自有明断。是妹妹也好，朋友也罢，潘公子既然决意要娶晶儿，往后你的心里、眼里，只能有晶儿一人。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。我不希望晶儿往后的生活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你尽快与他断绝往来，这样对潘公子、对晶儿，或是对那位上官小姐的清誉都好。潘公子，你说呢？夫人请放心，潘越知道该怎么做。哎呀，夫人，能不能先吃菜啊？你看这桂花鲜蒸的鲈鱼啊，这放凉了可就腥了啊！来来来，你看，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鲈鱼脸，尝尝。郡主，潘公子啊，我以前呢见过潘公子的画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啊胸有丘壑，没想到啊这有一天居然还成了晶儿的夫婿了，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！啊，太尉过誉了，太尉和夫人才是佳偶天成。啊，那是。当时我认识夫人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伍之人。谁能想到啊，我还能娶她为妻？好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也不怕潘公子笑话。来吃菜，来吃菜吃菜，来来，潘公子。潘公子，请。郡主啊，马上就要出阁了，就让她们姐妹俩呀多说几句梯级的话。我带你在这园子里逛逛，咱们呀也松反松反。方才还要感谢太尉替我解围啊。嗨，只要你别见怪就好。我的夫人呀就是这种性子，其实平时啊她挺好相处的，只是一遇到郡主的事情吧，她就过度紧张了。刚才啊。我还真怕你跟他力争到底呢。夫人也是关心郡主，潘某又怎么会见怪呢？那就好。不过吧，入赘了皇家，这皇家的规矩啊，那就来了。以后这种事啊，少不了的。太尉可是有何高见？这咱们呀，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丈夫，得做一个花匠。花匠，不错。要像呵护这些娇花一样，悉心照料你的娘子，摸准他们的脾气、喜好。遇事啊，别问对错，只管顺着他的心意就行。如此这般，方可称为一个合格的驸马呀。太尉真知灼见，真是令人茅塞顿开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千万得记住了。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？啊！这些人啊，明里暗里是瞧不起咱们的。就算你再有能力，
他们也还是会说，我们呀是借了娘子的光。没想到这些年太尉功勋卓著，竟还是会有这样的感慨啊！哎，我虽高居太尉，但军中之事，我只能做些文书工作。哎呀，既然入赘黄门，得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荣华，世人背后如何指摘议论，我们也只能厚着脸皮受着。但即便受了诸多委屈，太尉对夫人还是那么温柔体贴啊！夫人肯下嫁于我，我对她感激关爱还来不及呢。至于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就受着呗，何必带到家里来呀？太尉小心！潘公子，快来人！潘公子，潘公子！大人，快传太医！是，潘公子。小姐怎么了？没事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今天总是心神不宁。哎，灵儿，门上还没有我的口信吗？刚刚才去问过，没有。已经戌时，潘越去太尉府赴宴，怎么也该回来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太尉府刚刚传来消息，潘公子遇刺了。什么？平日里你总说太尉府风雨不尽，今天刺客居然跑到家里来杀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也没想到刺客居然会偷偷埋伏在房顶上面。而且潘公子刚刚回京没2天，没听说朝堂里谁是他的政敌，这刺客怎么会偏偏针对他呢？太医，太医，他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血已经止住了，所幸没有伤到要害。哎呀，万幸万幸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不过还需要静养几日，不要牵动伤口啊。好，多谢太医。阿泽，杨姑娘，潘越怎么样了？杨姑娘请放心，公子已无大碍，只是因为公子在太尉府遇刺，贾夫人心中过意不去，所以就多留公子在府上休息几日。我现在正准备去书语院，去拿些公子的衣物。我想进去见见他，你看能不能帮我？杨姑娘，这公子遇刺之后，尤其是公子的房间，太尉府已经增强了戒备，所以时刻都会有人把守。我想有个人应该可以帮我。郡主，我要进去看看潘公子。是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有事再唤你们。是，郡主。潘越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点，我扶你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若是被贾夫人撞见，定会为难你。我一再跟杨姑娘保证，你的伤无大碍，但她一定要见到你才放心。况且此时此刻，我想什么灵丹妙药都比不上杨姑娘。来都来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赶我走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伤口是不是很痛？方才是很痛，但一下就不痛了。多谢郡主，药到病除。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
对了，今天刺杀你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是卓兰江。阿江，你先听我说。当时那一剑刺来，我也无法躲避。若他真的想杀我，以阿江的武功，我绝无生还的可能。所以我想，他并不是真的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阿江是被逼迫的？是。当初他不辞而别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混入幕后之人的身边。这次的刺杀行动，应该也是那人针对我们挑了失落院的报复，也是对他忠诚的试探。阿江也是想替他爹报仇，所以才与虎谋皮。对了，前几日张大人在城郊遇刺，刺客是一个持剑的青年男子，我想，那人应该就是卓兰江。他现在的处境，一定是凶险万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取得潘越性命，望主人恕罪。我记得你杀张大人的时候，他手下护卫众多，你也杀得干净利落呀，为何这次会失手啊？我与潘越在河阳交过手，他熟悉我的剑招，所以才能躲开要害。还望主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罢了，你已尽力，这次算他命不该绝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谢主人不罚之恩。你带他下去安顿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好。陈掌院原来一直藏在这里。你住这儿，无令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得等待时机，一击致命。潘公子，你就留在这儿休养吧。你在我府上受伤，本就是我们疏忽所致。这伤刚好一点就要走，这难不成是在怪罪我们？太尉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幸亏是在贵府受的伤，才能得到及时救治，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只是这婚礼还有诸多的琐事，再叨扰下去，恐有诸多不便。姐夫，姐姐，去听潘郎的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呀，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向着他。姐姐，好吧。那我先送潘郎出去。我已派人去吏部调查百官户籍，若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。
地，彼此要凭多少个眼神？骗过我的是诚恳，困住你的是认真。过往太重，难免会没入神。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，才能对爱恨从容不迫？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是洒脱还是软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。挣扎几番轰烈，哪怕遇损，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，人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梦也心深。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，只愿亦不负这段年年情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